当那个曾在泥泞中挣扎的灵魂终于一步步爬上了云端，他是会选择砸碎积极的锁链，还是选择妥协？如果把美国历史看作一家上市公司的发展史，华盛顿是拿着原始股的创始人，林肯是福大下至降清的传奇 CEO， 而安德鲁·约翰逊就是那个因为 CEO 突然心梗被临时从保洁部拉上来签字的倒霉蛋。1808年，约翰逊出生在南方的北卡罗来纳，3岁失去了父亲，家里穷得连耗子进去都要含着眼泪出来。在那个年代的南方，社会结构是个残酷的三明治，顶层是喝红酒的庄园主，底层是戴镣铐的黑奴，夹在中间那层烂菜叶就是约翰逊这种穷白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富人拿他当垃圾，他还生怕自己沦落到跟黑人抢饭碗。10岁那年，母亲实在养不起，把他卖去当裁缝学徒。那年头学徒跟奴隶没啥区别，签了字就是卖了身。这小子骨头硬。16岁那年，他逃跑了，老板气得够呛，在报纸上发了个悬赏令，抓到安德鲁·约翰逊，赏金10美元。那时候买头好点的猪都不止这价，这种连猪都不如的羞辱，就像一根刺扎了他一辈子。按理说，这种剧本的结局，要么饿死，要么混成个街溜子。但在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刻，老天爷给他派了个天使伊丽莎白。这姑娘不仅嫁给了他这个一无所有的通缉犯，还干了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教他读书。所以作为男人，娶个好老婆是多么的重要。老婆握着老公那双满是老茧的手，从 ABC 开始教起。约翰逊在当地开了一间裁缝铺，约翰逊的裁缝铺位置极佳，就在镇中心。那个年代的裁缝铺其实就是底层男人的星巴克，大家没事就爱往那儿钻，聊收成，聊赋税，聊那帮该死的有钱人。学完26个字母的约翰逊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竖着耳朵听。慢慢的，他不再只是听，他开始说，他站在那堆布料中间，对着那群同样满身臭汗的兄弟们咆哮：凭什么那帮穿丝绸的能骑在我们头上？我们要把权力夺回来！所以男人千万别搞什么聚会，一聚会就容易出事。这根本就靠着这间裁缝铺一点点的攒下人气，从当地议员一路杀进了国会。刚开始他在裁缝店，虽然老婆教会了他读书，但要搞政治，光认识字不行，要懂历史，懂法律。他没时间上学，于是他就雇人读书。格林维尔有一所当地的贵族学校，约翰逊每天花50美分雇一个大学生来店里，约翰逊低头在那猛踩缝纫机，那个大学生坐在旁边大声朗读美国宪法、杰斐逊的演讲稿或者当天的报纸。他是真正做到了工作与学习两不误，也算是知识付费的鼻祖了。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在当地有名望，他那些穷哥们都很服他。1829年，格林维尔要选市议员。当时的格林维尔是个小镇，然而越是小地方，阶级固化就越严重。当地市议会基本就是几个大家族把持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前穷人从不参选，因为觉得选不上，也不敢选。但这次21岁的约翰逊站了出来，他告诉兄弟们，咱们人多，他们人少，只要咱们团结起来，把票投给自己人，咱们就能赢。他还在当地的辩论社里一战成名，那帮大学生和精英看不起他，觉得不论辩论技巧还是知识储备，虐着裁缝跟玩似的。结果约翰逊不按套路出牌，他不用华丽的辞藻，他用最粗俗最犀利的大白话，死死抓住富人欺负穷人这一点猛攻。精英们被他骂得哑口无言，围观的群众掌声雷动。1829年选举那天，奇迹发生了，那些平时从来不投票的鞋匠、铁匠、农民全都跑了出来，就是为了支持约翰逊。最终他以极高的票率赢得大选。约翰逊进了市议会之后，没有像现在的政客那样撒钱发福利，而是褶皱于2个字：公平。主要是干了3件事。第一，捂住钱袋子，不给富人修斯加禄。在约翰逊上台前，格林维尔的财政支出有个潜规则，税是大家一起交的，但钱往往花在富人需要的地方，比如修一条路，大概率是通往某个大家族庄园的；搞个公共设施，多半是富人聚会用的。约翰逊上台后，他告诉所有人，这笔钱如果是为了方便全镇人，我批；如果是为了方便那几个老爷，门都没。约翰逊通过疯狂削减那些面子工程和贵族特供工程，硬是把市政开支压到了最低。对于一个正在攒钱买工具的铁匠或者刚够温饱的鞋匠来说，不乱花他们的税钱就是最大的德政。第二件事，约翰逊开始对知识垄断开炮。格林维尔镇上有一所格林维尔学院，这学校名义上是公立的，其实是当地权贵的后花园，学费贵得要死，穷人孩子根本上不起，而且学校里教的东西全是那种只有绅士才懂的拉丁文、希腊语。约翰逊虽然没上过学，但他看得很透，这不仅是学校，这是阶级壁垒。他在市议会里跟这帮学院派死磕，他对这家学校进行严厉的审查，看看这家学校有没有乱花市里拨的款，同时呼吁学校教点有用的，别光整些花里胡哨的，让平民孩子真正学以致用。虽然他在市议员任上没能彻底改变教育体系，因为这需要更高级别的权利，但他这种敢为老百姓发声的行为，让当地民众对他是更为的敬佩。第3件事，他要真正的提高手艺人的地位。以前的市议会开会，那是绅士们的茶话会。约翰逊进去之后，画风突变，他制定政策，发表讲话，永远张口闭口都是我们的工人怎样，我们的手艺人觉得不舒服。他在镇上的集会和庆典里，把手艺人的席位往最前面排。以前的裁缝、铁匠只能站着听，现在约翰逊告诉他们，你们是这个城镇的脊梁，你们创造了财富，你们理应坐着。这种心理上的赋权比发2斤面粉还要管用。他让那帮原本十分自卑的底层白人第一次觉得，原来我干活是光荣的，不是下贱的。
这个阶段的约翰逊虽然没能让穷人一夜暴富，但他让底层拥有了尊严与更多的可能。进了政坛后的约翰逊发现自己是个异类，对手都是穿燕尾服引经据典的绅士。约翰逊心想，必须另辟蹊径，于是他发明了一种让所有精英都头皮发麻的树桩式演讲。平常练习的时候就是随便找个树桩子或者马车顶往上一站，不用讲稿，张嘴就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的风格有3个特点：第一，极度的通俗，满嘴大白话，甚至夹杂着方言，老百姓听着那叫一个亲切；第二，攻击性极强，他不谈政策，专门人身攻击，他会指着对手的鼻子骂：你看他穿的那身丝绸，那是吸了你们的血买的。第三，极度煽情，他会告诉老百姓，我也许不懂拉丁文，但我懂怎么干活，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靠着这张嘴，他一路过关斩将。32岁杀进田纳西州议会，35岁杀进美国众议院。进了国会，约翰逊的人设依旧非常的稳，就是底层白人的代言人。他一辈子就死磕一个群体，就是南方种植园的贵族们。他在国会里干了一件对于底层白人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为他后来当上总统埋下了伏笔。他死命的推动宅地法，这法案的核心就是把西部的土地免费分给穷人种。这个宅地法，只要你年满21岁，交$10手续费，政府给你160英亩地，你在那儿住满5年，盖个房子，种点庄稼，5年后这块地永久归你。160英亩地等于64万平方米，你敢想象？南方的大种植园主是恨死了这个法案。如果穷白人都有了地，谁还来给我们当打手？谁还听我们的话？贵族们想把西部变成大种植园，继续用黑奴种棉花，而约翰逊想把西部变成无数个小农场，让穷白人翻身做主。为此，他在国会里跟南方大佬们互喷了整整10年，一见面就使出独家绝技，不骂到你抱头鼠窜不罢休。约翰逊在众议院当了10年喷子之后，把南方贵族们是喷的生活不能自理。1852年，田纳西的那帮贵族老爷们实在受不了他，他们干不过约翰逊的选票，就玩阴的。他们利用掌控州议会的权力，重新划分了选区。简单说，就是把约翰逊的老巢给拆散了，划到了别的选区里。这招太损了，摆明了就是让你下一届选不上。约翰逊一看地图，好，你们不让我当众议员是吧？行，老子不陪你们玩了，老子去选州长。贵族们这一下子玩脱了，他们能控制选区边界，但控制不了全州的穷人。约翰逊开着马车跑遍了田纳西的每一个穷山沟，对着农民喊：“这是贵族对咱们穷人的迫害。”结果那帮试图整死他的贵族们，眼睁睁看着他高票当选田纳西州州长。当了2届州长后，1857年，约翰逊再次杀回华盛顿，这次他坐进了参议院，这是美国权力的核心俱乐部。紧接着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南北战争爆发，这是约翰逊人生中最重要的豪赌时刻。南方各州纷纷宣布独立，田纳西也反了。南方的参议员们集体收拾行李，甚至在国会发表告别演说，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南方去当开国元勋。只有安德鲁·约翰逊没动，他是唯一一个来自南方叛乱州却死赖在北方国会不走的参议员。为此，他在南方成了人人喊打的走狗，家里的财产被没收，老婆孩子被赶出家门。他在南方的肖像被烧毁，但在北方，他成了超级英雄。林肯看着这个孤独的南方人，心里想：这人虽然是个讨厌的民主党，但他这骨头是真硬。这就是命，也是他的选择。如果他当时随大流回了南方，历史上就多了一个无名的南方政客，但他留了下来，就成了统战价值最高的一个。1862年，北军打下了田纳西，林肯需要一个人去管这块烂摊子，这个人自然就是约翰逊。林肯任命他为田纳西军事总督，还得了个准将的军衔。当年那个被贵族们画圈圈赶走的穷裁缝，现在带着北方的军队杀回来了。回到田纳西的约翰逊就像打了鸡血一般，十分的有干劲。现实没收贵族们的财产，把那些看着不顺眼的老爷们抓进监狱。他对当地的市长说：“以前你们踩在我头上，现在我就是法律。”这段土皇帝的经历让他极度膨胀，也让他坚信只要手里有权，就能把贵族踩在脚下。1864年，林肯要连任，这仗打得太惨，北方人也有怨言，林肯需要一个吉祥物来证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这个人自然就是约翰逊。林肯告诉大家：“你看，这不是北方欺负南方，连南方的政客都支持我，这就证明我是对的。”于是林肯踢掉了原来的副总统，选中了约翰逊做搭档。然而就在林肯当选40天后，1865年4月14日，福特剧院的一声枪响，林肯倒下了。第二天清晨，还在宿醉中头痛欲裂的约翰逊，别人叫醒，然后告诉他：“你现在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了。”约翰逊接手的是一个刚刚打完架、满地碎玻璃的家。大家都以为这个恨透了南方贵族的穷裁缝会像一个严厉的继父一样，拿着鞭子狠狠抽那帮叛逆的南方佬。但他变了，他不仅没抽，反而把鞭子递给了南方佬，让他们去抽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刚上任那会儿，北方激进派高兴坏了，他们想约翰逊是咱们的人啊，他恨死南方那帮庄园主了，肯定会把他们挂路灯。1865年5月，国会休会期间，约翰逊发布了大赦宣言，南方人只要发个誓效忠联邦就没事了。但有一条特别规定，凡是战前拥有财产超过2万美元的前南方显贵，必须亲自向总统提交书面申请，才能获得赦免。这不是政治，这是心理治疗。想想看，白宫的接待室里每天排着长队，队伍里全是以前那些住在德克萨斯、弗吉尼亚的大庄园主，是那些穿着丝绸、喝着白兰地、正眼都不瞧约翰逊一眼的上等人。
现在这帮人不得不弯下高贵的腰，对着这个曾经的裁缝，这个身价$10的逃犯，递上申请书，嘴里还得说着总统阁下，我错了，求您宽恕。那一刻，约翰逊那颗自卑了50年的心得到了极大的抚慰。他就像个暴发户，看着以前看不起他的女神，现在求他办事，心里爽翻了。只要你肯低头，我就肯放手。而这后果是灾难性的。第一，南方各州火速建立了新政府，掌权的还是原来那帮叛乱分子，昨天还是有罪之人，今天就堂而皇之的当选了联邦的参议员。第二，这帮人一回来，立马制定了黑人法典。法典主要2条，一个是黑人必须有工作证明，否则就当流浪汉抓起来做苦力；另一个是黑人不能拥有土地，不能当陪审员。此时激进派的共和党人一看南方居然玩这出，肺都气炸了，合着我们打了4年仗，死了60万人，就是为了让你跟这帮叛徒搞联欢。于是史诗级的府院互撕开始了，这是一场白宫与国会的大乱斗。首先第一回合，国会通过了1866年民权法案，宣布黑人是公民，享有平等权利。约翰逊否决，理由是这是给黑人特权，在歧视白人。第二回合，国会要延长自由民局的期限，给黑人发救济、办学校。约翰逊否决，理由是花联邦的钱养懒人，不行。第三回合，国会看总统这么疯，怕以后法律被推翻，直接提交日后著名的第14修正案，对宪法进行修改，赋予黑人公民权。约翰逊就号召南方各州拒绝批准。他这是在跟历史的车轮对着干。如果是别的总统，看到国会这么强势，可能会妥协，但对于约翰逊来说，是妥协不了一点。他甚至搞了一次环美巡回演讲，他坐着火车去各地骂国会，结果因为脾气太臭，经常跟底下的观众对骂。美国人看着这个满嘴脏话跟流氓一样的总统，最终在1866年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胜，拿到了国会2/3的席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约翰逊的否决权失效了，国会只要再投一次票，就能把他的否决给否决了，他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所以中期选举对于一个美国总统来说极为重要，虽然输了不会下台，但是会变得举步维艰。到了1868年，国会这帮人杀红了眼，他们觉得约翰逊不仅是绊脚石，简直是毒瘤，必须切除。他们给约翰逊挖了个坑，这个坑叫官职任期法。法律规定，总统想解雇内阁成员，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这是赤裸裸的夺权。约翰逊果然中计，他受够了那个总是跟他作对的陆军部长斯坦顿，直接发信你被解雇了。国会狂喜，终于抓到你把柄了，违法弹劾。1868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126票对47票通过了弹劾总统的决议。要想把总统赶下台，需要参议院2/3的多数票，也就是36票。而当时共和党有40多人，按理说约翰逊死定了，但是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犹豫了，他们讨厌约翰逊，但他们更害怕一个后果，如果因为政治分歧就能随便废掉总统，那以后美国就变成国会独揽大权，这个三权分立不就完了。最终35票有罪，19票无罪，只差1票保住了约翰逊的位子，但也宣告了约翰逊的政治生命彻底结束，剩下的几个月他就是个活死人。就在大家忙着吵架、弹劾、互相骂娘的间隙，约翰逊干了这辈子最漂亮也最被误解的一件事。1867年，国务卿希华德跑来说，俄国人想把阿拉斯加卖了，720万美元。那时候美国刚打完仗，穷得叮当响，而且国会恨不得掐死约翰逊政府。但这回约翰逊那农民的直觉爆发了。他不懂什么地缘战略，但他懂买地，在他眼里，地就是命根子。这么大一块地，才卖这么点钱，买砸锅卖铁也要买。国会那边本来想否决，但俄国驻美公使到处送礼，再加上大家都觉得，看在俄国内战时支持我们的份上，当花钱买个朋友吧。当时报纸上全是嘲讽的漫画，画着约翰逊抱着一块大冰块瑟瑟发抖。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块冰疙瘩里冒出了石油，挖出了金子。1865年，那是美国重塑灵魂的最好时机。南方被打服了，北方团结一致。如果那时候有一个像林肯那样有远见的人，美国种族问题的毒瘤或许能被彻底切除。但约翰逊把手术刀扔了，还给伤口撒了把盐。北方付出了60万条生命，打赢了内战，但约翰逊让这一切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他的纵容，南方虽然在军事上输了，但在政治和文化上赢回了控制权。黑人为了这一张真正的平等票，不得不从1865年硬生生等到了1964年，这中间的100年全是血泪。当年林肯和激进派本来有个计划，叫40英亩地和1头骡子，意思是把南方种植园主的土地没收，分给黑人，让他们有恒产。这不仅是赔偿，这是原始积累。但约翰逊动用总统权力，把这些已经分下去或者准备分的土地全部强行收回，还给了那些刚刚发誓效忠的南方庄园主。他把黑人从土地上赶走，逼他们去签那个吃人的谷物分成契约。当白人祖先在宅地法里免费拿地传给孙子，变成大农场，变成房地产，变成送孩子上哈佛的学费时，黑人的祖先在还债，在做佃农，在赤贫中挣扎。今天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是黑人家庭的10倍。这不是黑人不努力，是因为在1865年那场长跑的发令枪响时，约翰逊跑过去把黑人的腿打断了，然后说，好了，你们现在自由了，跑吧。最重要的是，他给美国埋下了一个极度分裂的种子。本来能够南北战争胜利后能够让整个美国拧成一股绳，但他让共和党和民主党变成了势不两立，简直像2个国家。这就是他在当时遗留下来的。约翰逊当年之所以能把重建搞砸，就是举着周全的大旗，在国会吼得震天响。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各州的内政，
所以后来的美国依旧在州权和联邦权之间打得你死我活。安德鲁·约翰逊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只是一个被放在了错误位置上的普通人。他有着底层人最顽强的生命力，也有着最致命的局限性。林肯一开始也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但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看到了黑人眼里的泪水和渴望。他最终明白，如果黑人不自由，白人的自由也是虚伪的。如果这个国家允许一个人把锁链套在另一个人脖子上，那么那条锁链的另一端必然锁着那个手拿锁链的人。而约翰逊不懂，他恨富人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以为只要踩在黑人头上，穷白人就能站得更高。约翰逊犯下的最大罪行是在美国的无产阶级之间打入了一根名为种族主义的楔子。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只要黑人的皮肤上还留着烙印，白人劳动者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后来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也说道，如果你能让最底层的白人相信他比最优秀的黑人都要优越，他就不会注意到你正在掏他的口袋。